哎，大家好啊！今天咱们来聊一个挺有意思的话题，就是关于一个国家的工业到底是怎么发展起来的。平时咱们老说要演进技术，对吧？但这里头有个问题，到底是花大价钱买来最牛的机器设备更管用呢？还是说把这机器背后的知识，那些 know how 学到手才更关键？哎，您别说，还真有一项研究，通过分析一个半个多世纪以前的真实历史案例，给出了一个答案。而且这个答案啊，可能会跟咱们想的有点不太一样。来，咱们一起钻研钻研这个关于长期增长的核心谜题。好，咱们把时间倒回到上世纪50年代，当时呀，发生了一件大事儿，就是苏联对中国进行了一次规模超级大的技术转让。大家可能都听说过，就是那个著名的156项工程。可以说，这批项目基本上就是咱们国家现代工业的家底。但是几十年过去了，人们就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：为啥当年拿到同样援助、起点差不多的工厂，后来的发展的路子，怎么就差那么远呢？有的风生水起，有的却慢慢不行了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行，那咱们就来深入扒一扒。这个研究最妙的一点，就是它把当年的援助分成了两大类。一类呢是看得见摸得着的，就是那些机器呀、设备呀，咱们管这个叫硬件。另一类呢是看不见但特别重要的，比如说派专家来手把手教你怎么干，怎么培训人才，这些专门的知识，咱们就管它叫软件。你看，这么一分，问题一下就清楚了。对于一个国家的工业来说，想实现长期的发展，真正的燃料到底是啥？是那些闪闪发光的新建机器，还是说是咱们脑袋里掌握的那些知识和经验？光说没用，对吧？咱们直接用数据说话。哎，大家看，答案其实就藏在这两张图里。我跟你们说，这可以说是整个研究里最精华、最震撼的地方了。大家看左边这张图，它显示的是那些只拿到了苏联机器设备的工厂，他们后来的表现怎么样。再看右边这张图，这个是既拿到了设备，又有苏联专家手把手培训的工厂。您先别急着看数字，就光看这两条线的走势，这个差别是不是有点太惊人了？咱们先来看左边这条线啊，一开始你拿到了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苏联机器，那生产力肯定是噌一下就上去了，这没得说。所以你看，在初期它确实带来了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优势。但是重点来了，大家顺着时间轴往后看，你会发现这个优势它在慢慢的往下掉。那这个优势能维持多久呢？数据给出了一个很具体的答案，大概20年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差不多20年之后，你光靠着当初那些先进设备带来的生产力优势，基本上就没了。你想啊，机器总会旧的，技术也会过时。你要是没有自己更新换代的能力，那领先的地位肯定保不住啊。好，现在咱们把目光转到右边这条线。哎呦，这个就有意思了，简直是天壤之别。你看那些当初不光有机器，还接受了专家培训的工厂，他们的生产力非但没有往下掉，反而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一路向上持续攀升。而且你仔细看，这个优势是越来越大的。所以呀，这下就清楚了，这两条路对比实在是太鲜明了。光有硬件的路就像是100米冲刺，起跑很快，但跑不远，后劲儿不足。而硬件加上知识这条路呢，它更像是一场马拉松，可能起步没那么猛，但越往后跑，优势就越明显。道理很简单嘛，硬件会折旧，会磨损，但知识呢？知识它会在人的脑子里不断积累、发酵，还能自我迭代。那么问题又来了，为什么这个知识或者说软件，它的力量会这么强大呢？这背后到底有什么魔力？要搞明白这个，咱们就得从2个层面来理解了，一个是会用机器，另一个是能创造机器。大家看这张图，他就把这个道理说得明明白白。数据显示啊，那些当年接受过培训的工厂，在几十年以后，他们自己去研发、去采用新技术的可能性，要比那些没接受培训的高出整整78%。你看，这就是本质区别。他们不光是设备的使用者，慢慢的，他们变成了技术的改进者，甚至是创造者。那咱们说的这个专门知识啊，它到底是个啥呢？它可不是什么空洞的概念，它包含了很多非常具体的东西。
你比如说，苏联专家过来教了更先进的质量控制方法，能把一个钢铁成分检测的时间从原来的50分钟一下子缩短到2分钟，你想想这效率提升了多少？再比如说，建立了一套预防性的设备维护体系，而不是等机器坏了再去修。当然，这里面最重要的是，他们手把手的为咱们培养了一大批懂技术、会搞研发的本土工程。所以啊，这个研究真正想强调的是一个叫技术采用的概念。说白了，就是一个工厂、一个国家工业发展的最终目标，绝对不是说我一次性花钱买来全世界最好的设备就完事儿了。真正的目标是要建立起一套能够自己进化、不断吸收和创造新技术的体系，这才是真正的核心竞争力。好，那咱们说到这儿，基本上就把这个研究的核心逻辑给理清楚了。咱们来总结一下，这次分析带给咱们的最终启示是什么？其实啊，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，知识才是最核心的资产。那么，这场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真实工业实验，到底给了我们哪3个核心的最重要的启示呢？咱们一个一个来看。第一个启示就是硬件好买，软件难求啊。说实在的，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，只要你有钱，买到先进的生产线，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。但是光靠这个建立起来的优势可能非常脆弱，就像咱们前面看到的，也就20年左右，这个优势可能就没了。第2个启示，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，人才是核心。对工程师、对技术人员的培训，这种对人的投资，从长远来看，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那些看得见的昂贵的机器设备，因为它建立起来的是一个能够自己造血、可持续发展的居士基础。第3个启示可以说是长期主义的胜利。你想象一下，50年代播下的那些知识的种子，经过几十年的生根发芽、开花结果，形成了一种所谓的知识遗产。这种遗产直到今天依然是我们整个工业体系里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。那话说回来，当年的这项投资回报到底有多大呢？这个研究算了一笔账，给出了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。在1952年到1978年这20多年里，156项工程给中国 GDP 带来的贡献达到了它自身总成本的整整2.5倍。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观的投资回报率了，也从侧面证明了这种硬件加软件的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。最后呢，我想用研究里引用的这句话来结束咱们今天的分享：知识是唯一不会磨损的资产。你想想，机器会生锈，厂房会变旧，但知识以及由知识培养出来的人才，它反倒会在时间的沉淀中不断增值，甚至可以代代相传。那么回到今天，在这个技术更新换代越来越快的时代，这个半个多世纪以前得出的结论，对于我们今天的企业，甚至对于我们国家的发展，又意味着什么呢？这可能是一个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深入思考的问题。